2006年冬天，一群人出现在江西靖安县的一个小村庄里，领队的是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徐长清。几天前，他接到一起有关盗墓的举报，便立刻带领助手奔赴现场。发生盗墓的地方就在这座小山上，远看山的外形酷似和尚化缘时用的钵，当地人称斋饭缸。而在考古学家看来，这种小山包很可能就是古墓的封土堆。根据目测，这个小山包高达12-13米，如果是墓葬，那么这个墓葬的规模一定不小。盗墓贼究竟有没有得逞呢？从发现的盗洞看，考古队分析，这里应该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。领队徐长清在盗洞口发现了一些纺织品残片，还有青膏泥。凭着这几个证据，徐长清已经能够确认这里是一个古代墓葬，甚至可能是一个贵族墓地。这让所有考古队员充满了期待。如果这里真的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高等级古墓，那么一定会埋藏着很多古代的珍宝，会出现千年不朽的马王堆女尸。经过3个月的努力，封土堆消失了，墓穴的大致模样开始呈现出来。当墓穴完全暴露的一刻，在场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。长方形的墓穴中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47具棺木。这些人究竟是谁？其中有一批青瓷器，根据这些瓷器的烧制工艺和特点，专家判定它们是春秋中晚期的作品。就在离这个古墓不远的地方，曾出土了3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。根据上面的铭文，得知他们属于一个叫徐国的诸侯国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徐国曾是一个很大的诸侯国，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。但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，徐国正好夹在另外2个大诸侯国吴国和楚国之间，地盘不断遭受侵蚀。公元前512年，徐国被吴国消灭。如果靖安曾是徐国的统治中心，那么古墓中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徐国人。他们会是谁呢？又能告诉我们多少被遗忘的往事呢？他教你这里啊，还有一个3个。在考古现场还不断有新的发现。一位考古队员在清理墓穴东南角时，发现了这具特别的棺木。翻过来给我们看一下。这个金色的宝贝终于被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在桌上完整地拼凑起来。这是一个直径有30-40厘米的圆形金箔，周围还有2圈陶片制作的环状物。金箔和陶环的表面都刻着精美的纹饰。这个放到棺头上面，
最显要的地方、最显赫的位置挂这么样有代表意义的东西，肯定能说明他是身份非常显赫，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肯定相当高。这具棺木确实比较特殊，它比其他棺木都要大，长3.5米，宽1.1米，多一些。虽然外观遭到了严重的腐蚀，但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在棺木外裹板的痕迹。棺盖终于被打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早期被盗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第一，在我们主棺的棺木两头、棺木板上、棺盖上面发现了2个洞。那么2个洞呢，经过我们的看来讲，不是一种腐烂的痕迹，它是经过人工的敲打的痕迹，敲打出来的痕迹。但是对于被盗掘的说法，遭到了徐长卿的质疑。这个如果我说这个主棺是被盗的话，那为什么盗墓者为什么继续往里面盗？由于这具主棺一反常规，判断出这就是主棺。他绝对不知道这个就是主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主棺在东南角这个位置，这是孤立，谁都相信主棺一定在中间，在墓中间呢。所以凭着这样，我就怀疑他不是被盗。徐长卿分析，主棺的破坏很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。由于主棺的位置比其他的棺木相对高一些，因此主棺上包裹的白膏泥就比较薄，而这个位置又有地下水，常年的冲刷和侵蚀使得主棺的腐烂程度很严重，以至于空无一物。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，就在离主棺最近的位置，还有一个棺床，显然是给地位仅次于主棺主人的人准备的。但是这个棺床上没有棺材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太多的谜团让本有些失望的人们有了新的期待。在那些还没有打开的棺木中，会不会留下些什么呢？大部分棺木被运回室内进行清理。当棺木内的污泥被完全清除，人们看到了期盼的情景。在47具棺木中，有22具棺木保存了较为完好的人骨遗骸，还留下了一些随葬品。不过这些随葬品有些动摇了。为了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身份，工作人员对人骨遗骸的各个部位进行了精密的测量和鉴定，以确认他们的性别。出人意料的结果是，到目前为止，能鉴别出性别的7具人骨遗骸均属女性，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。这些年轻的女性显然不会是骁勇的战士，这一检测结果彻底否定了将军墓的猜想。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这些女子为何在豆蔻年华就不幸死亡？
他们和墓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在清理棺木的过程中，考古队员发现，在许多棺木中都有同类型的香瓜子，出土了上百颗之多。在不同的棺木里面出土同样的瓜子，而且保存状况都非常好，这就说明个问题，就说这批瓜子它肯定是他们那个死者食用下去的，而且在它食用下去以后还没有消化、没有排泄掉以后，那个主人就已经死了。这些没有消化的瓜子告诉我们2件事实：一是这些人死在瓜果成熟的夏季；二是这些人是在同一时间死去的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些女性在同一时间死亡？会不会是在战争中被集体杀戮的呢？就到目前为止，没有发现这批死者生前有捆绑痕迹，也没有发现那些骨头上有任何的砍砸痕迹，或者是利器砍伤痕迹，都没有发现过。编号为 G25号棺木内的人骨遗骸保存得最为完整，而且姿势也非常奇特。他向右侧卧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右手顺势枕着头部，仿佛很舒适地睡着了。这样的动作显然不是自然死亡的状态，而是在下葬的时候刻意摆放的。那么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导致了这些年轻人的？这个东周墓葬它加工方法是非常讲究的，挖了160平方米，而且墓壁的加工非常整齐的，又非常精密加工出来的。47具棺木都是采用整段原木，从中间对分成2半做成的，有的直径就有1.5米，这显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准备好的。不是瘟疫，也不是战争，人们便把猜测集中到了殉葬说上。这时，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。在11具人体遗骸的骨骼中，都发现了一种绿色的结晶体。它们呈细长的菱形，颜色深浅不一，分布十分广泛。在膝盖骨、颅骨、牙齿根部，甚至有些尸骨的整个骨腔里都长满了结晶体。经检测，这些结晶体是一种矿物质。联想起之前发现的上百颗香瓜子，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测：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在一起进食，包括香甜的瓜果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。一座并不十分豪华的古墓中，竟埋藏着47具女尸。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为何丧生？
华夏传奇古墓迷情系列之47具神秘之棺正在播出。在差不多同时期，一位诸侯王的墓葬中，也出现过年轻女子集体殉葬的情况。这座古墓叫曾侯乙墓，有21位殉葬的女子，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，最小的只有13岁。她们是墓主人的妃子和侍妾。但是曾侯乙墓的规模远远超过靖安古墓，总面积220平方米，深13米，出土的文物达到15000多件。靖安古墓的殉葬人数有40多个。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，又出现了更多不好解释的现象。在不少棺木中，完好地保留了死者的头发。其中一个细节说明这些女人的地位并不高贵。很多头发非常浓密，黑，就是清出来以后呢，但是说呢，就是头除了后边呢，梳一个垂髻，上面绑着一些那个发带，没有任何首饰，任何装饰，可能就是说这些人身份并不。工具箱无一例外地摆放在死者身边，显然是他们生前最重要的物品。用纺织工具作为陪葬，这中间会不会隐藏着特别的含义呢？部分专家认为，纺织工具说明这些女性很有可能在生前从事与纺织相关的职业。所以虽然地位不高，但能穿着当时最名贵的衣服下葬。这样一来，其他的疑惑似乎也迎刃而解了。如果这些女子是纺织女工，那么墓主人可能并不是徐国的大贵族，而是为国君负责纺织工作的官员，所以陪葬的文物并不多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古墓并不是独立的墓葬，而只是一座大墓的陪葬墓。墓主人虽然地位比较高，但有可能也是殉葬而死的，他的命运并不比他的下属更好。至于这个空着的棺床，也许是为墓主人的副手或者妻子准备的，但他在集体服毒前逃跑了。虽然关于靖安古墓的争论很多，但是陪葬墓的定位得到了所有专家的认同。陪葬墓的规模如此，可以推想，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有什么样的气势？那里面埋葬的才是真正的主人，说不定就是徐国的国君。他会在哪里呢？有没有被盗墓贼骚扰过呢？